今天真是不宜出门啊！就这样吧，破罐子破摔了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盖盖头。应该就在这里了。哦，这边有人钓鱼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尽量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有没有可以让我单独待一会儿的地方？我去看看前面景区。哦，不能周末来，周末来人还是挺多的。然后，其实下面风景很漂亮啊，但我选择了就在这边吧，这边没有人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我先把我的桌子拿下来，这个尾箱就充当了我的桌子。哎呀哈，我们就放在这儿吧。哎呀哈，哇，脸上头盔压的印子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到里面去一点。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没有人了吧？来看一下。酒精炉，其实这样很方便，一个酒精炉就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大小，然后你带个2-3块这种固体酒精就可以了，很方便。然后我们的尾箱就可以充当一个桌子，好像快开了已经。啊，对了，早上我带了一杯满满的冰块，然后待会儿把咖啡冲一下，这个冰块就会下去，这样就可以喝到冰咖啡了。其实这边风景还真的挺不错的，因为下面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就远离尘嚣吧，我一个人在这边。其实这边我之前来过一次，只是路过，我看到这个地方还不错。但是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都没有。但那天不是周末嘛，今天是周六，周六人比较多一点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平日来吧，基本差不多了。我们冲一下，然后冰块也已经融化了。然后我们再烧一壶水泡泡面。然后今天有空啊，我跟大家聊一聊自由职业。其实这个话题本来我想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，然后今天正好有空，简单跟大家聊一下。很多人都问我，我想做跟你一样的自由职业。其实我有差不多10多年吧，10年以上我没有上班了，基本上都是自由职业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自由职业也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，或者说那么美好。自由职业跟我们平时上班打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，就是打工你再怎么样，每个月老板总会发你工资。但自由职业，如果你没有去用心经营你的自己的主业的话，你可能真的就1分钱收入都没有。前期创业会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。还有一个自由职业跟上班的区别就是，上班你可能只要按部就班，老板安排你做什么，你就这样去做下去就 OK 了。
自由职业的话，我可能现在做的很好的一个东西，我要考虑到3-5年以后的一个发展状态。就像我当初做旅游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我得有一个第二个怎么说呢，后备的一个项目。就是我当初就做了淘宝店。做了淘宝店以后，我会发现，就是网上购物这一块已经是竞争很激烈了，大家已经就是力特别薄了。我后来想想，有什么东西是网上不能卖的？然后我就考虑到我一直很喜欢的纹身。纹身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在网上，我寄一把纹身机给你，我告诉你怎么纹，你自己纹一下，不可能。所以纹身这个东西，包括手艺这些东西，可能我们又回到原点。最早我们很多人去毕业出来就是要学一门手艺，到后来大家不怎么去看重手艺，到最终我觉得还会回到手艺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门手艺的话，安安心心的去把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做好，其实我觉得是个长远发展吧。但可能你目前来说赚不到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有一技傍身总是好的。其实我在10多年前，我就跟我最好的一个大学同学就一直聊，也不是聊过，是一直在聊这个问题。我就说，我很想做自由职业，但是心里面又不知道，就是很迷茫。就是我知道我不想朝9晚5，不想上班。当初我的想法其实跟很多人一样，想做自由职业，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说，我不想上班打卡，我不想朝9晚5，我不想被老板压着。但是具体做什么都很迷茫。后来我就觉得我得从自己的兴趣着手，我喜欢什么，喜欢这样东西才能把这样东西做好。如果说你只是纯粹为了赚钱，或者说为了其他某些目的，你做这样东西的话，我觉得你是做不长久的，而且你做的时候你也不会有那种积极性。然后我说一下这10来年我没有上班做自由职业的一些收获吧。我觉得做自由职业了以后，你的想法、你的眼界、你的思维会开放很多，就不仅仅局限于以前上班。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家公司不做了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我要去找下一家公司，我要继续打工。但是如果你做自由职业以后呢，可能你身边周围的朋友都是跟你一样的性质。就像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不上班的。但我说的不上班不是说游手好闲无业游民啊，都是靠自己在做。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做，很多东西可以赚钱，很多东西可以谋生。你把你的脑洞稍微再打开一点，可能也是一个生活环境吧。然后下雨了吗？好像下雨了。真下雨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水池吗？真下雨了。但是我这边一点雨没有。哇，我真是选了一个好位置。如果在外面的话，就被淋雨淋得一塌糊涂了。我这边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雨，还真不错。哇，雨越来越大了，我能滴到一点，但是还好。清迈的雨大多数是阵雨。这雨越来越大了，今天真是不宜出门啊！完了，废片。躲雨都没地方躲啊！前面有个小房子，我们看看那边能不能躲下。算了。我情愿淋雨，我也不要在茅厕里面待着。就这样吧，破罐子破摔了，反正都湿透了，该吃我的。这是另一种体验，也去看看还在烧那就这样吧。全湿透了，如果事情已经这样没法挽救了，那就享受它吧。我怎么也得把这碗面吃完了再走。吃面，加点雨水的味道可能更好吃。盖一下。
不要被生活打倒。好嘞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了05、06年吧，我跟一帮那时候大家还都年纪轻，现在都得40几岁了，一帮老哥们儿。那时候第一次骑 Monkey 跑长途，跑浙江安吉。本来约了有大概6、7个人、7、8个人吧，然后到那天下雨了以后，大家都不去了。但是我就是那种定好行程，下雨，除非就是说疫情啊这种实在不可控的那种因素，地震啊那些，我定好的时间，哪怕下雨我也要去。最终我们成行的只有3个人，一个我们老大，一个我，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，我们3个人，整整在雨里面玩了3、4天，淋了3、4天。然后当然我们穿雨衣，但是那个雨衣已经没有用了，那个雨衣穿完以后连内裤都湿了。我们到了安吉以后买的那种摸鱼的乳胶的连体的衣服，然后穿了那个衣服，我们玩以后感觉可能不会淋雨进去的，最后我们忽略了一点，闷在里面有水蒸气，照样内裤还是湿掉了，不是雨水，是里面水蒸气把内裤弄湿掉了。就这样我们在雨里面玩了3天，当时我们觉得好像很艰苦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露营，我们还在雨里面搭的帐篷在外面露营。当然我们的当初的露营装备不是很好嘛，我的帐篷是在家乐福买的，60元人民币，然后用了10年，后面才坏。60元人民币的帐篷，大家可想而知。第2天早上醒过来，我基本上是睡在水塘里面的。就这样玩了3、4天，现在回头想想还是真的挺有乐趣的，挺开心的。有时候一些困难也是一些乐趣，时间长了回头想想，特别有意思。但是你想，如果是现在的话，大家都有家庭了，大家都40几岁了，你说明知道下雨，我们可能就真的不会成行了。哪怕现在我们这3个人可能都不会选择继续出行了。所以有些疯狂的事情只有那个时候会做，过了那个时候，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了。现在其实你要让一些朋友啊，号召一些人啊，做一些比较 crazy、比较疯狂的一些事情，基本上没人响应你了。所以有时候还挺怀念年纪轻的时候，大家就无所顾忌嘛，都单身，也没有成家，也没有儿女，就是什么疯狂的事情都会做。我们曾经差点在浙江的墓地里面露营睡觉，各种各样的疯狂的事情，真的挺怀念的。挺怀念那帮人的，就在说你们，台湾曾经有一个广告是不老骑士嘛，一帮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些老年人，然后甚至有些老伙伴都已经走了，他们带着遗像，然后背在后面骑摩托出去。那个当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真的挺感人的。有朝一日，伙伴们一起来清迈，我们一起在骑行，哪怕像现在这样淋雨，我反而觉得都湿透了，都已经无所谓了，就享受吧，享受生活吧。大家可以看啊，刚才下面好多人，好多车，人都没了，人都走掉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慢慢享受吧。哎呀，干了这碗来之不易的面，水烧了好久哦，可能是刚才下雨啊，然后气温有点下降，所以烧了挺久的。反而是这种情况，我吃这碗面就特别香，比在家里吃都香。今天屁话说了很多了，然后我吃完这碗面，我也准备下山了。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开摩托车带大家去寻找一些山里面的好看的风景。露营吧，露营我基本上不太可能了，因为我现在可能我是巨蟹座，也可能我的年纪到了。你让我晚上露营在外面，我白天再怎么玩，晚上我必须要回家，或者说哪怕就是除非就是说全家人一起去旅游啊，你让我晚上一个人住在外面的话，我会有点心不定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对了，野外活动最重要一项，走的时候千万不要留垃圾在外面，全部带回家。哎呀哈，全部塞进去，回家再处理吧。OK。